大家好，这里是包袱慢慢游。广济寺，广济寺的面积不大，论名气嘛，似乎也比不过智化寺或者潭柘寺，但它在很多人心中却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小红书上也经常被打卡。那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包袱就带大家看看这座寺庙。广济寺位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西四地铁站西北口出来拐个弯就到。虽然广济寺是京城各大明寺中最小的，占地仅34亩，对比雍和宫的100亩地，潭柘寺的1800多亩，的确是不太起眼。但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东接西华门，西连阜成门，北连西直门，是清朝皇帝御驾出京的必游之路。几代帝王都曾临幸沾香，题诗立碑或赏赐匾额，使得广济寺成为北京城内一所重要的律宗道场。广济寺一直香火不断，游人众多。包袱觉得有这么3个原因。其一呢，是因为广济寺基本每周都会举行法会，分别于农历初1、初8、15和23。法会分2场，清晨是祈福，下午为超度。那您是不是要问，怎么才能参加法会呢？这就要说到第2个原因了。广济寺不愧于它的名字，广度众生，济世天下，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不用预约、申请或者布施，想来就进，想走不留。这里不仅参观免费，进香也免费，进了大门右手边就是赠香处。那第3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里求姻缘特别灵。据说从宋代开始，广济寺圆通殿内供应的观音菩萨对姻缘灵验一事便传播开来，以至于很多年轻男女都喜欢来这里拜一拜，期望早日脱单。这个说法一直流传至今，所以到了如今，这里的年轻人也很多。来过广济寺的朋友会觉得这里不仅地方小，似乎宝物也不多。其实广济寺的宝贝真的不少，只不过大家一般接触不到。由于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所以呢，第3进院落就成为了办公和藏经书的地方，所以也就显得广济寺比较小，因为只有第1进和第2进院落可以参观。那这个第3进院落的第2层是藏经楼，这里的图书室呢就有23种文字，有着10万多册佛教经典著作，仅收藏的大藏经就有12个版本，是研究中国佛教发生、发展、演变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经书广济寺里第2个重要的宝物就是符文纸画圣果妙音图，就在大雄宝殿的三世佛背后。这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幅纸质纸画。这幅画除了章幅巨大之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采用指头画技法绘制而成，所以这幅作品的人物衣纹的线条并没有如铁线一般流畅平直，也没有工笔重彩的颜色，反而有一种清新淡雅的格调。可以看出符文在线条、墨色的轻重缓急、粗细、浓淡、顿挫的把控上是非常得心应手的。最后一个宝物就是这里的佛像。广济寺之所以能成为文物大宝库，大概要得益于一位国际友人，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1972年呢，为了满足西哈努克礼佛之需，经周总理批准，决定修复广济寺。此前殿内供奉的康熙年间3世佛毁于民国大火，重塑的佛像呢，在文革中再度被毁。而现在要修复广济寺，但呢又没有能塑佛像的人，于是呢只能从文物仓库里调。北京城
最精美的仿唐三彩4大天王呢，被放进了天王殿。大雄宝殿的明代黄檀木雕的三世佛来自于西郊大觉寺。当时呢，北京各寺无法找到完整的罗汉像，所以呢，三世佛两侧的铜铸18罗汉呢，就只能从文物局的库存的藏品中来获取了。因为体量较小，只能在原龛内加砌台座，保证协调。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以前的老照片，就能感受到啊。还有元代的观音像呢，就放在了圆通宝殿。最后呢，包袱来说说这里的素斋。其实啊，能免费供应素斋的寺庙在北京并不多见，广济寺呢是其中之一。听这里的师兄说啊，素斋并不是定期供应的，随缘，赶上的呢就吃一口热乎的。而这里的素斋绝不是敷衍了事的，大家可以看看这碗主菜里都有啥。除了主菜呢，还有咸菜，甚至呢还有2大盆汤。主食是馒头，个儿很大。包袱只吃了1碗主菜和馒头就很饱了，所以汤就没喝。那看了以上的介绍，包袱说它是最有佛教精神的寺庙，大家觉得呢？如果没有来过广济寺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看，或许啊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希望我这视频记得一键3连啊！